第一课，你喜欢参加舞会和舞会等学校活动吗？嗨，安娜，你喜欢参加舞会和舞会等学校活动吗？是的，我很期待学校的活动，比如舞会和舞会，它们是有趣而难忘的经历。太棒了！你和朋友一起去的周末活动是什么？在公园闲逛或看电影是我们最喜欢的周末活动。在公园里消磨时光或看电影听起来很有趣。你还喜欢其他活动吗？我们也喜欢去咖啡馆，尝试新餐厅，或者在别人家里玩游戏之夜。探索咖啡馆、餐厅和玩游戏之夜是与朋友建立联系的好方法。周末活动中有什么难忘的时刻吗？有许多充满笑声的时刻，从有趣的电影场景到搞笑的游戏之夜比赛。充满欢笑的时刻让回忆更加特别。和你的朋友有即将到来的周末计划吗？我们计划在沙滩上野餐，也许还有一场友谊赛的体育比赛。我们喜欢在户外活动。海滩野餐和体育比赛听起来像是很棒的计划。关于周末和朋友一起活动有什么想法吗？与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对于建立牢固的关系和创造持久的回忆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和朋友一起享受即将到来的周末活动。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二课，你周末和朋友一起去的活动是什么？嗨，安娜。周末我们经常去公园打篮球。你和朋友一起去的周末活动是什么？探索自然步道和徒步旅行是我们最喜欢的周末活动。我们喜欢户外活动并保持活跃。探索自然步道和徒步旅行听起来很有趣。你想参观任何特定的步道或公园吗？我们附近有几条最喜欢的小径，比如当地自然保护区和山腰公园里的步道。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和山腰公园提供了美丽的徒步旅行机会。徒步探险中还有什么难忘的时刻吗？我们从山顶上欣赏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遇到了野生动物，并在徒步旅行中发现了隐藏的瀑布。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与野生动物的相遇和隐藏的瀑布，让徒步旅行变得更加精彩。有即将到来的远足计划吗？我们计划在下周末走一条更具挑战性的路线，它以其壮丽的景色和崎岖的地形而闻名。在具有挑战性的小径上行驶听起来像是一次冒险。对大自然中的周末活动有什么最后的想法吗？身处大自然可以让人耳目一新，摆脱日常生活，让我们欣赏户外之美。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和朋友一起享受即将到来的徒步冒险吧。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三课，你多久去看一次祖父母？嗨，安娜。我每月探望祖父母1-2次。你多久去看一次祖父母？我尽量每隔1周去探望我的祖父母。我喜欢和他们共度时光，听听他们的故事。太棒了！定期访问有助于保持牢固的联系。当你探望祖父母时，你会做什么具体活动吗？
我们经常一起吃饭，玩棋盘游戏，或者在附近散步，这是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用餐、棋盘游戏和散步听起来像是精彩的联谊活动。你和祖父母在一起有什么难忘的时刻吗？在访问期间，我们进行了衷心的交谈，分享了笑声，并创造了美好的回忆。衷心的对话和笑声使这次访问变得特别。在安排探视时间或与祖父母共度时光时遇到任何挑战吗？有时候，日程安排或距离冲突可能会使事情变得具有挑战性，但我们会努力为彼此腾出时间。尽管面临挑战，但还是要抽出时间，这表明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关于探望祖父母，还有最后的想法吗？拜访祖父母是一种表达爱、尊重和欣赏他们与我们分享的智慧和爱的方式。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下次与祖父母共度美好时光。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4课，你家里有宠物吗？嗨，安娜。是的，我有一只名叫 Whiskers 的猫。你家里有宠物吗？不，我家里没有宠物，但我一直想要一只狗。狗是很好的伴侣。你还没有收到的具体原因吗？我住的公寓不允许携带宠物，所以目前不可行。啊，我明白。公寓规定可能会限制携带宠物。和你的猫咪在一起有什么难忘的时刻吗 ？Whiskers。当我读书或看电视时 ，Whiskers 喜欢蜷缩在我的腿上，在一起度过一段舒适而轻松的时光。这听起来很可爱。猫可能非常亲切。你在保养 Whiskers 时会遇到什么挑战吗？要应对的重要挑战是要应对的重要挑战，要保持定期的修饰，并提供足够的游戏时间和刺激。对于一只快乐健康的猫来说，定期梳理和玩耍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养宠物，还有最后的想法吗？宠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欢乐、陪伴和责任，它们可以成为任何家庭的绝佳补充。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享受与 Whiskers 共度美好时光。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5课，你喜欢户外活动吗？嗨，安娜。是的，我喜欢在周末远足和骑自行车。你喜欢户外活动吗？绝对可以。我喜欢户外活动和探索大自然，它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活力。太棒了！你推荐任何特定的远足径或自行车路线？河边有一条风景优美的小径，还有一条穿过附近森林的自行车道，它们既漂亮又愉快。河边风景秀丽的小径和森林里的自行车道听起来很棒。户外探险中还有什么难忘的时刻吗？我在徒步旅行时看到了山顶上令人惊叹的日落，并在充满挑战的地形上骑着激动人心的自行车骑行。目睹日落和体验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让户外探险令人难忘。有即将到来的徒步旅行或骑行计划吗？我计划在下周末徒步一条新的小径，探索另一条自行车路线。我喜欢尝试新的道路。尝试新的步道和路线可以让人兴奋不已。
对户外活动还有最后的想法吗？户外活动提供了一个与大自然建立联系、保持活跃和欣赏周围世界之美的机会。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尽情享受即将到来的户外探险吧。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6课，你能在上午9点之前为会议做好准备吗？你能在上午9点之前为会议做好准备吗？是的，我可以准时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在会议上讨论什么？我们将仔细研究项目，更新并讨论即将到来的截止日期。你想谈什么具体问题吗？我想分享一下营销活动的进展情况。你呢？我将提供最新的财务预测和预算。我应该带什么材料吗？请携带最新的销售报告和任何相关文件。我们应该准备好演示文稿吗？是的，让我们准备一个简短的演示来总结要点。您喜欢哪种特定格式或幻灯片吗？简洁且具有视觉吸引力的演示文稿将是理想的选择，让我们保持内容丰富但又引人入胜。我们是否应该为提问和讨论分配时间？绝对可以。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时间提问和分享见解。会议应该持续多久？我们的目标是召开1小时的会议，以确保我们毫不犹豫地涵盖所有内容。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吗？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议程，并提前将其分发给参与者。对这次会议还有最后的想法吗？让我们确保每个人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第7课，我们今天能锻炼30分钟吗？我们今天能锻炼30分钟吗？是的，我们可以进行快速锻炼。你想的是哪种类型的运动？在附近快走或慢跑怎么样？这是一个不错的有氧运动选择。你准备好了吗？这听起来很完美。我喜欢散步或慢跑。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我们晚上去吧，下午6点左右。现在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这对你来说方便吗？下午6点对我有用。我一定要穿舒适的运动服。我们应该在前后伸展吗？是的，让我们做一个热身和冷静的伸展运动，以防止受伤。你喜欢什么特定的伸展运动吗？我喜欢做腿部伸展运动和肩部滚动，它们帮我放松一下。我们需要任何设备吗？散步或慢跑不需要任何装备，只要确保穿好散步鞋或跑步鞋即可。你还想加入其他练习吗？我们可以在散步时进行一些体重锻炼，例如深蹲和弓步。它增加了多样性。跟踪我们的进度怎么样？我们可以使用健身应用程序或计步器来跟踪我们的距离和步数，它可以激励人心。对我们的锻炼还有其他想法吗？让我们享受新鲜空气，让它成为一项有趣的活动。这是为了保持活跃和健康。第8课，听的时候你能更专心吗？你能在听的时候更专心一点吗？是的，我可以更好地专注于所说的话。你为什么认为这很重要？
专心表示尊重并有助于理解他人。你打算如何改进？我会练习积极倾听，尽量减少干扰。你呢？我会努力全神贯注，避免打扰。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对你有帮助吗？保持眼神交流，并点头表示自己已参与，有助于我保持专注。那你呢？我发现，在记简短的笔记，在脑海中重复关键点可以帮助我保留信息。在保持专心方面，你会遇到什么挑战吗？有时候，我的思想会徘徊，或者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想法。你呢？外部干扰会使保持注意力变得困难。对于那些想在倾听时更加专心的人，有什么建议吗？练习当下在场，真正表现出对演讲者的兴趣。你呢？我发现提问澄清问题并总结我所听到的内容，可以提高我的注意力。关于在倾听时保持专心，还有其他想法吗？它可以改善沟通，并加强人际关系，让我们继续保持警惕的听众。我同意，这是为了全神贯注，真正倾听别人怎么说。第9课，你能打电话给你的朋友赶上吗？你能打电话给你的朋友赶上吗？是的，我可以稍后给他们打个电话。你指的是哪个朋友？我在想你的朋友莎拉，自从你上次讲话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和她有联系吗？是的，我有他的联系方式，我会联系他看看他是否可以聊一聊。有什么具体问题要我提问或讨论吗？只要看看他过得怎么样，看看他是否有兴趣见面。有什么特别适合你的时间吗？今晚有空的时候，我会尽量给他打电话。我会随时向你通报谈话的最新情况。你还有什么想让我传达的吗？让他知道我们一直在想他，很想赶上。你认为我们见面时应该讨论什么话题吗？我们可以谈论最近发生的事件，分享我们生活的最新动态，回忆过去。有聚会的首选地点吗？也许我们可以建议在当地的咖啡馆或公园见面，这是一个休闲而舒适的环境。让我们来看看 Sarah 更喜欢什么，还有什么我们应该考虑的吗？最好准备一些问题或对话开场白，以保持对话的畅通。这是与 Sarah 重新建立联系并享受精彩的追赶的乐趣。第10课，你能愿意尝试一个新的爱好吗？你能愿意尝试一个新的爱好吗？是的，我可以探索一项新活动。你有什么爱好？画画或画画怎么样？这是一种富有创造力和放松心情的爱好。你对艺术感兴趣吗？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一直想尝试画画。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从这个周末开始。我会收集一些基本的美术用品。你想尝试任何特定的画作类型吗？让我们从水彩画开始。它似乎对初学者很友好。我们需要任何指导或教程吗？我们可以找到在线教程或参加初学者的美术课，这将帮助我们学习基础知识。你对此感到满意吗？是的，在线教程或课程会有所帮助，让我们来探索不同的技巧和风格。
你还想尝试其他爱好吗？我对摄影很感兴趣，它使我们能够捕捉美好的时刻。你想拍摄任何特定的主题或主题吗？自然和风景将是拍摄的绝佳拍摄对象，它们提供了很多美感和多样性。我们应该计划任何郊游摄影吗？是的，让我们安排一些户外旅行来练习摄影，它也将使我们有机会探索新的地方。关于尝试新的爱好，还有最后的想法吗？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发现新的激情，真是令人兴奋。让我们拥抱创造力，享受旅程的乐趣。第11课，我听说你是摄影俱乐部的成员。嗨，安娜，我听说你是摄影俱乐部的成员，太酷了。是的，我喜欢摄影，也喜欢成为俱乐部的一员。你是学校俱乐部的一员吗，约翰？是的，我也是摄影俱乐部的成员，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太棒了！你最喜欢加入摄影俱乐部的哪一点？我喜欢捕捉瞬间，并通过摄影表达我的创造力，这很有趣。摄影是表达创造力的绝佳方式。你喜欢拍摄什么题材或风格吗？我喜欢拍自然照片，也喜欢尝试不同的角度和照明技巧。自然摄影可能令人着迷。你通过俱乐部学到了什么技巧或窍门吗？我已经学会了构图，使用不同的相机设置和后期处理技术。这些都是宝贵的技能。你参与过任何难忘的经历或摄影项目吗？去年我们举办了一个摄影展，在那里我展示了一些我最好的照片，太令人兴奋了。这听起来像是展示你的作品的好机会。你对摄影有什么计划或目标吗？我希望继续提高自己的技能，甚至将来还想参加摄影比赛。这太雄心勃勃了。比赛可能是挑战自己的好方法。关于加入学校俱乐部，还有最后的想法吗？成为俱乐部的一员，可以让你追求自己的兴趣，向他人学习，结交新朋友。我同意，这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谢谢你的分享，约翰。继续拍摄精彩的照片。不客气，安娜，我很感激。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享受你的摄影俱乐部活动。第12课，你有兼职工作吗？嗨，安娜，你有兼职工作吗？是的，我在当地一家书店兼职，这是一份有趣的工作。太酷了！在书店工作，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被书包围，也喜欢帮助读者找到下一本精彩的读物。处理书籍听起来很充实。你有最喜欢的流派或作家吗？我喜欢读奇幻小说，我最喜欢的一些作家是 J.K. Rowling 和 George R.R. Martin。幻想是一种流行的类型。在书店工作有什么好处或好处吗？我可以享受图书折扣，这很棒，因为我喜欢扩展我的个人图书馆。书店折扣是读者的梦想。你在兼职工作中遇到过什么挑战吗？有时，处理大量涌入的客户可能很困难，尤其是在繁忙时期。
与大量客户打交道可能要求很高，你从工作中学到了什么技能或教训吗？通过在书店的工作，我学到了有效的沟通、组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宝贵的技能，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有与你的兼职工作相关的计划或目标吗？我想继续学习不同的类型和作者，以便更好地帮助读者选择图书。这是一个不错的目标。知识渊博可以帮助客户找到合适的图书。关于兼职工作，还有最后的想法吗？兼职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独立性以及发展新技能的机会。我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在书店尽情享受工作，阅读愉快。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13课，周末你会做什么？嗨，安娜，周末你会做什么？周末，我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读书，然后去慢跑。你呢，约翰？我也喜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读书，周末去慢跑，这是放松的好方法。与朋友共度时光总是很有趣。当你闲逛时，你喜欢做什么特别的活动吗？我们经常有电影之夜，出去吃饭，或者探索城市中的新地方。电影之夜和探索这座城市听起来令人兴奋。当你赶上阅读时，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我喜欢各种类型，但我特别被神秘和科幻小说所吸引。神秘和科幻小说可能令人着迷。你推荐了你最喜欢的书或作家吗？我最喜欢的一些书是斯蒂格·拉尔森的《带龙纹身的女孩》和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这些都是受欢迎的选择，我会考虑将它们添加到我的阅读清单中。你周末去慢跑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慢跑可以帮助我清醒头脑，保持活跃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清醒头脑，保持活跃很重要。你想去慢跑的具体路线或地方吗？我喜欢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慢跑，或者沿着河边风景秀丽的小径慢跑。在大自然中慢跑听起来很清爽。对周末活动还有最后的想法吗？周末是放松身心、享受爱好和为未来一周恢复精力的绝佳机会。我完全同意。谢谢你的分享，约翰。度过一个充满乐趣和放松的美好周末。不客气，安娜，我很感激，也要尽情享受周末吧。第14课，你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嗨，安娜，你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我最喜欢的零食是爆米花，我喜欢它轻盈酥脆的质地。爆米花是经典选择。你喜欢什么特别的口味或调味料吗？我喜欢甜味和咸味的爆米花，焦糖和奶酪口味是我的首选。甜味和咸味的爆米花品种都很好吃。除了爆米花，你还有其他最喜欢的零食吗？我也喜欢新鲜水果，尤其是多汁的西瓜和脆苹果。新鲜水果是一种健康又清爽的零食选择。还有其他小吃你喜欢吃吗？我对巧克力有弱点，
一块黑巧克力永远是一种享受。黑巧克力可以让人满意。你推荐什么品牌或类型的黑巧克力？我喜欢像 Lindt 和 Ghirardelli 这样的品牌，因为它们的黑巧克力味道丰富而光滑。Lindt 和 Ghirardelli 以其优质的巧克力而闻名。关于吃零食，还有最后的想法吗？适量吃零食可以让人愉快，并且可以快速补充一整天的能量。我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享受你最喜欢的零食，度过美好的一天。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也很高兴给你吃零食。第15课，你多久去一次图书馆？嗨，安娜，你多久去一次图书馆？我每周去图书馆借书一次，以便休闲阅读，这是我的常规习惯。太棒了！参观图书馆你最喜欢什么？我喜欢这里宁静的氛围和种类繁多的书籍可供我探索。图书馆确实是一个平静而充满书籍的避风港。你喜欢借什么最喜欢的流派或作家吗？我喜欢各种流派，但我特别喜欢神秘小说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神秘小说可能令人兴奋。阿加莎·克里斯蒂是该类型的著名作家。你推荐什么特别的书吗？我最喜欢的一些神秘书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然后没有》和《东方快车谋杀案》。那些是经典的神秘小说，我一定要去看看。除了借书之外，你在图书馆还有其他活动吗？有时我会参加读书俱乐部或参加图书馆活动，例如作者讲座或写作研讨会。读书俱乐部和图书馆活动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你在图书馆有过难忘的经历吗？我曾经在图书馆举行的签书活动中遇到了我最喜欢的作家，那是梦想成真。与你最喜欢的作者见面一定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有什么与您的图书馆参观相关的目标或计划吗？我想探索不同的流派，发掘新的作者来拓宽我的阅读视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球。探索新类型可以带来令人兴奋的发现。关于参观图书馆，还有最后的想法吗？图书馆是知识和想象力的宝库，参观图书馆是拓展思维的绝佳方式。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尽情享受图书馆参观和愉快阅读的乐趣。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16课，你上学的首选交通方式是什么？嗨，安娜，你上学的首选交通方式是什么？我通常坐校车去上学，它既方便又可靠。乘坐校车是有道理的。你喜欢它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它可以节省时间，并允许我在上下班途中与同学交往。这些都是明显的优势。你偶尔会使用其他交通方式吗？有时候，天气晴朗且距离可控时，我会骑自行车去学校。骑自行车可能是一个愉快的选择。你在上学的交通方面遇到过什么挑战吗？
有时校车会很拥挤，尤其是在高峰时段，但我设法找到了座位。拥挤的公交车可能很不方便，你有什么技巧或策略可以让你的通勤更舒适吗？我带一本书或听音乐，让通勤更愉快，更快地打发时间。阅读或听音乐绝对可以让通勤变得更加愉快。关于上学的交通，还有最后的想法吗？选择可靠、舒适的交通方式，对于顺利开始新的一天至关重要。我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在学校度过愉快的通勤和富有成效的一天。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也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17课，你是否参与任何学校活动或竞赛？嗨，安娜，你是否参与任何学校活动或竞赛？是的，我参加科学博览会和辩论比赛，它们既令人兴奋又具有挑战性。太令人印象深刻了。参加科学博览会，你最喜欢什么？我喜欢进行实验，探索科学概念，并向他人展示我的发现。科学博览会为展示您的科学知识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辩论比赛怎么样？辩论比赛使我能够发展自己的沟通技巧，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参与智力讨论。辩论比赛可以刺激智力，这些活动有什么显著成就或难忘的经历吗？我的科学博览会项目获得了奖项，在激烈的辩论中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时刻。赢得奖项和经历激烈的辩论必须令人满意。在这些活动中，你有什么技巧或策略来取得成功吗？准备、研究和实践是关键，重要的是要精通这个话题，并有强有力的论点。准备工作确实至关重要。您是否有与参与这些活动相关的目标或愿望？我的目标是继续磨练自己的科学和辩论技能，甚至可能在高等教育或专业领域追求这些技能。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科学和辩论都为未来提供了宝贵的技能。对参加学校活动和比赛有什么想法吗？学校活动和竞赛为个人成长、学习和发现新激情提供了机会。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祝你未来的科学博览会和辩论比赛好运。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18课，你如何管理他们之间的时间？嗨，安娜，对于我的学习和爱好，你是如何管理两者之间的时间的？我制定了一个时间表，为我的学习和爱好分配时间，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和平衡。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您如何决定为每项分配多少时间？我考虑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学术任务和兴趣爱好。平衡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关键。你用什么具体的策略来遵守你的日程安排？我优先考虑任务，尽量减少干扰，并保持纪律，以充分利用为每项活动分配的时间。
确定任务优先顺序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是有效的技巧。您在管理时间方面面临任何挑战吗？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件或额外的学习要求，但我会相应的调整日程安排，以适应它们。适应意外事件至关重要。有效管理时间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吗？有效的时间管理使我能够在学习中取得进步，同时还能享受自己的爱好，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保持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很重要。关于管理学习和兴趣爱好之间的时间，还有什么最后的想法吗？这是关于找到适合你的节奏，并在必要时保持灵活性。时间管理是成功的宝贵技能。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祝你好运，有效地管理你的时间。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第19课，你喜欢在线学习吗？嗨，安娜，你是在线学习的粉丝吗？在线学习有其好处，但我更喜欢面对面的课程。你呢？我其实很喜欢在线学习，它提供了灵活性和便利性。你更喜欢面对面授课的原因是什么？我发现面对面的课程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我重视与老师和同学的面对面互动。面对面的互动确实有其优势。你觉得在线学习的具体方面有什么好处吗？在线学习允许自定进度学习，并能够通过互联网连接从任何地方访问资源。自定进度的学习和可访问性无疑是优势。您在线学习中遇到过任何挑战吗？技术问题和潜在的干扰有时会干扰在线课程的学习过程。技术问题和干扰可能会令人沮丧。你有什么技巧或策略来克服这些挑战吗？我确保有可靠的互联网连接，消除学习空间中的干扰，并练习自律。这些都是有效的策略。对在线学习与面对面授课有什么想法吗？这最终取决于个人喜好和学习风格。这两种选择都有其优点，重要的是要找到最适合每个人的方案。我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无论是在线还是面对面，愿您的学习之旅取得成功。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也祝你好运。第20课，如何保持学校作业井井有条？嗨，安娜，你如何在学校作业中保持井井有条？我使用计划器来跟踪我的任务和截止日期，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按时完成任务。使用计划器是随时掌握任务的好方法。你有什么具体的策略来管理你的任务吗？我将大型任务分解为较小的任务，并为每天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专注，避免拖延。将任务分解为较小的任务是一种明智的方法。你还有其他方法来保持井井有条吗？我还会根据截止日期和重要性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确保我及时完成任务。
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对于有效的时间管理至关重要。你在保持井井有条方面遇到过任何挑战吗？有时候，意外事件或工作量可能会使我难以坚持自己的日程安排，但我会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适应意外事件很重要。在任务中保持井井有条，你有什么好处吗？保持井井有条可以帮助我减轻压力，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工作量，并按时提交高质量的作品。减轻压力和提交高质量的作品无疑是优势。关于保持学校作业井井有条的最终想法吗？找到一个适合你并与之保持一致的系统是关键，这是一项宝贵的技能，可以帮助学业取得成功。我完全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祝你保持井井有条并完成学校作业。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第21课，你清晨醒来吗？嗨，安娜，我每天都起得很早。你清晨醒来吗？是的，我也很早就醒了。太棒了！你通常什么时候醒来？我每天早上6点醒来。早上6点是开始新一天的好时机。有提早醒来的具体原因吗？我发现它可以帮助我感觉工作效率更高，更有活力。我同意。早起为这一天定下了积极的基调。你有没有遵守早间例行活动？我喜欢在早上冥想和锻炼身体。冥想和锻炼是开始新一天的绝佳方式。有提早起床的小贴士吗？设定一致的睡眠时间表，避免在睡觉前使用屏幕。睡前保持一致性和无屏幕时间可以促进更好的睡眠。你注意到早起有什么好处吗？我感觉更加专注，有时间进行个人活动。有额外的时间进行个人活动非常宝贵。早起有什么挑战吗？起初可能很困难，但建立例行程序会有所帮助。建立例行程序需要时间和精力，但这是值得的。你还有其他早起习惯吗？我一定要吃一顿健康的早餐来补充我的一天。健康的早餐对于正确开始新的一天非常重要。有最喜欢的早餐选择吗？我喜欢燕麦片配水果或素食煎蛋卷。燕麦片配水果和素食煎蛋卷是营养食品。早起后的早上有什么计划吗？我喜欢计划自己的一天，设定目标和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计划和目标设定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关于早起还有最后的想法吗？这是个人选择，但值得考虑以获得良好的开端。我会试一试，看看它对我有什么用。谢谢，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希望它能让你受益。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安娜。小心点，享受你的早晨。第22课，你通常什么时候起床？嗨，安娜。我通常在早上6点起床。你通常什么时候起床？我通常也会在早上6点起床。太棒了！早起可以让一天的工作富有成效。早上6点醒来的具体原因吗？
我发现它给了我一个良好的开端，树立了积极的基调。我同意，提早开始工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你有没有遵守早间例行活动？我喜欢锻炼身体，早上吃一顿健康的早餐。锻炼身体和吃一顿健康的早餐是开始新一天的绝佳方式。有持续提早醒来的小贴士吗？设定一致的睡眠时间表，制定轻松的就寝习惯。保持一致性和镇静的就寝习惯可以促进更好的睡眠。你注意到早起有什么好处吗？我感到更加专注，精力充沛，并且有时间进行个人活动。增加注意力、精力和个人时间是宝贵的好处。早起有什么挑战吗？起初可能很困难，但建立例行程序会有所帮助。建立例行程序需要付出努力，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有回报的。你还有其他早起习惯吗？我喜欢计划自己的一天，并在早上设定目标。规划和目标设定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最喜欢的早餐选择吗？我喜欢燕麦片配水果或富含蛋白质的冰沙。燕麦片搭配水果和蛋白质冰沙是营养食品。早起后的早上有什么计划吗？我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首先处理重要的项目。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可确保高效利用早晨。关于早起还有最后的想法吗？这是个人选择，但它可以带来积极的生活方式。我会试一试，看看它对我有什么用。谢谢，安娜。不客气，约翰。我祝你成功，祝你有富有成效的一天。你也是，安娜。小心点，充分利用你的早晨。第23课，你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嗨，安娜，你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的？我从刷牙和洗脸开始新的一天。这是早上焕然一新的好方法。还有其他早间例行活动吗？之后，我整理床铺，为当天穿好衣服。整理床铺和穿好衣服定下了富有成效的基调。有吃早餐的习惯吗？我喜欢吃一顿健康的早餐来补充我的一天。健康的早餐对精力和注意力都很重要。有最喜欢的早餐选择吗？我喜欢酸奶配水果或全麦吐司配牛油果。酸奶配水果和牛油果吐司是营养食品。当天剩下的时间有什么计划吗？我有几项任务要完成，下午还有一次会议。祝你任务和会议顺利进行。有什么能让一天富有成效的小贴士吗？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全天保持井井有条。优先考虑并保持井然有序，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你喜欢什么爱好或活动吗？我喜欢阅读、绘画和在大自然中散步。在大自然中阅读、绘画和散步都非常适合放松身心。你有什么自我保健习惯吗？我练习冥想，并做一些伸展运动。冥想和伸展运动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关于开始新的一天，还有最后的想法吗？以积极的习惯开始新的一天，为成功定下基调。我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不客气，约翰。你也是，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24课，你有课外活动吗？嗨，安娜，你有课外活动吗？是的，我参加学校合唱团和辩论俱乐部。太棒了！唱歌和辩论可能令人兴奋，会有表演或比赛吗？下个月我们将举行合唱团音乐会，下周将举行辩论赛。祝你在音乐会和锦标赛中好运。你会演奏任何特定的歌曲吗？我们将在合唱团音乐会上混合演奏流行歌曲和古典歌曲。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多样化的曲目。你喜欢讨论什么辩论话题吗？我喜欢辩论与社会问题和时事相关的话题。社会问题和时事提供了有趣的辩论材料。你还有其他课外活动吗？我还参加学校戏剧俱乐部和社区服务俱乐部。戏剧俱乐部和社区服务是有价值的活动。有即将上映的剧本或社区项目吗？我们正在为下个月的学校演出做准备，下周我们将在当地的避难所做志愿者。太棒了！在剧中大放异彩，享受志愿服务的乐趣。你在课外活动中有什么个人目标吗？我的目标是提高我的歌唱技巧，成为一名更有效的辩论者。持续改进令人钦佩，继续追求自己的目标。对课外活动有什么最后的想法吗？他们为个人成长和结交新朋友提供了机会。我同意，课外活动可以丰富经验。安娜，在活动中度过愉快的时光。谢谢你，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你也是，安娜，小心点，享受课外活动吧。第25课，你一边学习一边听音乐吗？嗨，安娜，你一边学习一边听音乐吗？不，我更喜欢默默学习。沉默的学习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你喜欢它的具体原因吗？音乐可能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我发现沉默更有利于学习。这是有道理的。沉默可以创造一个平静的环境。你还有其他学习习惯或偏好吗？我喜欢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学习空间。整洁有序的学习空间可以提高效率。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科目更容易学习？我发现学习数学和科学等科目比较容易。数学和科学需要专注力和逻辑思维。你在学习时使用了什么策略来保持专注？我将学习课程分成较小的部分，然后在两者之间短暂休息。中断学习课程和休息可以防止精疲力尽。有什么最喜欢的学习资源或工具吗？我发现在线教程和抽认卡对学习很有帮助。在线教程和抽认卡是很好的学习辅助工具。有什么有效学习的小贴士吗？找一套适合你的学习习惯，消除干扰。保持学习习惯并最大限度的减少干扰是关键。
你觉得还有其他对学习有帮助的活动吗？我发现汇总信息并将其传授给其他人是有益的。总结和教学有助于增强理解。对学习有什么最后的想法吗？重要的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并保持一致。我同意，感谢你分享你的见解，安娜。祝你学习顺利。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也祝你好运。第26课，漫长的一天之后，你如何放松身心？嗨，安娜，漫长的一天之后，你如何放松身心？我通过读书或看电影来放松身心。阅读和看电影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有最喜欢的书籍类型或电影类型吗？我最喜欢奇幻书和动作片。幻想书和动作片可能令人兴奋。你推荐什么特定的书籍或电影吗？指环王系列和复仇者联盟电影太棒了。指环王和复仇者联盟是热门选择。你还有其他活动来放松一下吗？我也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和听音乐。自然漫步和音乐可以让人心旷神怡。你最喜欢散步的地方吗？我喜欢在附近的公园或海滩上散步。在大自然中漫步令人耳目一新。有没有最喜欢的音乐流派或艺术家？我喜欢流行音乐，泰勒·斯威夫特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流行音乐朗朗上口，泰勒·斯威夫特很有才华。你还想用其他方式放松身心吗？我发现做瑜伽或练习冥想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瑜伽和冥想可以促进平静。你推荐什么特定的瑜伽姿势或冥想技巧吗？孩子在瑜伽中的姿势和冥想中的正念呼吸很有帮助。孩子的姿势和正念呼吸都是很好的技巧。关于放松还有最后的想法吗？重要的是要找到能给你带来快乐，帮助你减轻压力的活动。我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放松身心，度过一段宁静的时光。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也尽情享受放松时光吧。第27课，你最近看过什么好电影吗？嗨，安娜，你最近看过什么好电影吗？是的，我有。我看了一部名为《The Big Trip》的喜剧电影。The Big Trip 听起来很有趣。你在家里帮父母做家务吗？是的，我帮忙做家务，比如摆桌子和打扫房间。那要对你负责。你还能帮忙做其他家务吗？我还帮忙洗盘子和清理垃圾。洗碗和清理垃圾是重要的任务。你有什么策略可以让家务变得更愉快吗？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听音乐或播客，让他们更加愉快。音乐和播客可以让家务变得更有趣。你听过任何最喜欢的流派或播客吗？我喜欢流行音乐，也喜欢听一个关于真实犯罪之谜的播客。流行音乐朗朗上口，真正的犯罪之谜可能很有趣。有保持房间干净整洁的小贴士吗？
我养成了每天整理房间，然后把东西放在它们指定的地方的习惯。保持每天的整理习惯很有帮助。你的父母会因为你帮忙做家务而给你什么奖励或激励吗？有时候，我的父母会给我额外的空闲时间，或者请我吃我最喜欢的甜点。额外的空闲时间和最喜欢的甜点是很好的激励措施。关于帮忙做家务还有最后的想法吗？为家庭做出贡献，并作为一个家庭一起工作很重要。我同意，感谢你的分享，安娜。尽情享受你的电影和家务吧。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28课，我听说你周末在当地的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嗨，安娜，我听说你周末在当地的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太棒了。是的，我喜欢在避难所帮忙。你参与过任何志愿者工作吗？目前我没有参与任何志愿者工作，不过我很想进一步了解你的经历。在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使我能够照顾动物，并与动物共度时光，这是有意义的。这听起来很充实。你是怎么开始在避难所做志愿者的？我联系了避难所，表达了我对志愿服务的兴趣。他们欢迎我，并提供培训。他们向志愿者开放，真是太棒了。你在避难所做什么任务？我帮助喂食、清洁动物围栏，有时还会协助收养活动。喂养、清洁和协助收养是重要的任务。您可以分享任何难忘的经历或动物故事吗？有一只小狗是我帮忙照顾的，看到它找到一个充满爱心的家，给我带来了快乐。那一定令人心动。对未来的志愿者工作或其他你热衷的事业有什么计划吗？我正在考虑在当地的环保组织做志愿者，我想为保护自然做出贡献。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自然保护很重要。对志愿服务感兴趣的人有什么建议吗？找到符合你兴趣的组织或事业，并与他们接触，志愿服务可以有所作为。明智的建议，感谢你的分享，安娜。在动物收容所继续努力。不客气，约翰，我很感激。如果你想和我一起去避难所，请告诉我。我会记住的。再见，安娜。第29课，晚上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嗨，安娜，我听说你喜欢夜晚，那时你可以放松身心，与家人共度时光，听起来很可爱。是的，晚上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你呢，约翰？你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是什么？我也喜欢夜晚，那时我可以放松身心，与亲人共度美好时光。与亲人共度时光是宝贵的。晚上放松时，你通常会做什么活动？我们经常吃家庭聚餐，一起看电影，或者干脆聊一聊。家庭聚餐和电影之夜听起来很愉快。你最喜欢和家人一起看的电影吗？我们喜欢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喜剧和冒险片总是很受欢迎。喜剧和冒险片是家庭娱乐的绝佳选择。是什么让夜晚对你来说很特别？宁静的气氛和与家人建立联系的机会，使我的夜晚变得特别。我同意，夜晚的平静和联系是无价的。还有其他你喜欢夜晚的原因吗？
我发现晚上可以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放松身心和为睡个好觉做准备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的确，晚上可能是一个过渡时期。晚上放松时，你有什么仪式或习惯吗？我喜欢在睡觉前读书或听舒缓的音乐，它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阅读和听音乐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对你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有什么最后的想法吗？重要的是要珍惜和充分利用与亲人共度的时光，尤其是在晚上。绝对可以。谢谢你的分享，约翰。享受您的夜间放松和家庭时光。不客气，安娜，我很感激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第30课，我听说你每周在健身房锻炼3次。嗨，安娜，我听说你每周在健身房锻炼3次，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是的，我尽量保持活跃。你多久锻炼一次，约翰？我也每周锻炼3次，它可以帮助我保持健康和健康。太棒了！你通常在健身房做什么样的运动？我结合了有氧运动，例如在跑步机上跑步和举重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整体健康很重要。你的锻炼有什么具体目标吗？我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我的耐力和增强肌肉力量。耐力和肌肉力量是绝佳的目标。你有什么保持定期锻炼动力的小贴士吗？设定具体的目标，找到自己喜欢的日常锻炼方式，找个锻炼伙伴可以帮助我保持动力。这些都是有用的提示。有个锻炼伙伴可以提供问责制。除了健身房之外，你还有其他活动来保持活跃吗？我喜欢户外活动，比如徒步旅行和朋友一起运动。户外活动是保持活跃的一种有趣方式。你最喜欢的徒步旅行点或运动吗？附近有一条我喜欢徒步的小径，我喜欢和朋友一起打篮球。徒步旅行和打篮球听起来很刺激。关于运动和保持活跃，还有最后的想法吗？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让锻炼成为日常活动的一部分，这样才能过上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完全同意。谢谢你的分享，约翰。在锻炼中继续保持出色的锻炼状态。不客气，安娜，我很感激。保持活跃，度过美好的一天。